干完活不给钱就是他。您说干完活给个路费也行啊，不给。今天又叫我过来说有个活修不了，看帮忙能不能搞。但是这都是没有什么太大。如果你们要不是休息，你看，我们的师傅水平不行，我得请个大师来，赶紧给你修，赶紧给你修了，别着急，哎。这次是给老人修电路，本来灯是亮的，换了个开关以后就不亮了，安装的师傅也没找到原因，让我过来看一看。你们动哪了？他这个吧，上次1个月以前，我们志愿者过来给他维修一次。维修一次大修的意思吧，就是他这个双控，这面灯应该控制这面的吧，但是他是控制反的。然后就没调明白。就是你们维修完以后就不好使了。没调明白。第二次调的时候，原来这个灯还亮，一调不亮了。我明白了，你们动过了。对，动过了，而且你这要是动过了，我就可以修。你要是没动过的话，那就不好修。动过，而且里边线非常乱。它这里边就11根线。哎呦，这专业工具啊！你这炒开你这他说，这专业，这是咱们城阳区的大网红师傅，好几百万粉丝。哎呀，我们人不行了，我把大师给你整了。你早看这工具一朝8两，一看工具就是，咵一打开，东西全。就现在是双开、双控不好使，然后这个灯不亮。对，往一整亮就可以了。这个灯亮，那个开关好使，也能开也能关的。现在不使。行，我给你搞。这个装修的电工跟维修的电工不是一回事儿。对，这个维修电工吧，他们能互相就像中医会把脉似的，他有各种仪器跟经验。装修的只是开了槽、布了线就完事儿了，不是一回事儿。对。他们维修的吧，这扎在这边师傅。我看一眼，你不用管大叔。你不用管。换完开关以后，这个灯为啥不亮？就是因为这个线没接它咋亮呢？把这根线通上电，这个灯就亮了。这个活也很简单。然后就是客厅灯的单开双控电路，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在里边都能关。接的不对，接的不对是吧？双控这3根线一看就是接错了，接的不对。从这个开关走了3根线，然后接近了这一个开关，打开开关看一下，这3根线是从那个开关过来的。看一下这一头是怎么接的，然后到那一头调一下线头就搞定。线头一调，送上电看一下。可以啊。第一个厕所，亮了，灯亮了吧？第二个，灯亮了，都亮了。第3个，看一下，灯亮了。然后我这大叔，你把那边关灯关一下，你注意点，按下边那个。按点背摸。好，我先从这里再打开哈。你再关。好，完活，好使了。哎呦我的天！完活。哎呀，这怎么敢写你呢？你说个媳妇吧。媳妇说媳妇，媳妇不愿意。说个小的吧。哎呀，大叔你这想法可以。撤了，走了是吧？谢谢啊，不用客气。志愿者的便民服务站进来看一下，刚成立不久，前期还有些简陋。就是马桶、水管，对，然后修个灯，然后电路有问题，都可以上这儿来找志愿者来修，对吧？对，这工具都老了，专业的。到时候需要的话，我给你们提供工具。咱们别说你，别说我。现在成咱们了，我给你们是一条船上的了。对，就是这工具太对了。你这都太老了。下一步在那个就你需要啥或者需要啥，你给我说，我们免费给你提供好的。我有很多工具。也需求也比较大，但是都给居民说了维修不能说全免费的就别的大家认为所有的你都必须给我免费，那样我觉得也说不过去。十几项是免费的，也说不过去，就是可以适当的少收一些，就是让这个志愿者就是在维修的时候多少有一点收益。对。
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因为站在我们维修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就是说要可持续，这样不要可持续。对，你不能说完全一方投入，那就是说让他们感觉到在我们这个地方维修放心。就是说不用担心被坑被骗，你也不用担心能花很多钱。也不用担心售后，也不用担心就是说修完以后人找不到了。对，也不用担心什么增项又加码。加码就是背后就是给你使的招人多收你钱啥的。可以，这个挺好。专业的人还得干专业的事，就是多找一些全能性人才啊。对。那总的说是双面受益，就是说老百姓受益，志愿者他不忙活，对吧？在工具上支持一下，都是些我常用的工具，充电钻一套，这就是我个人常用的工具箱，工具一套，指针表、钳表、保险钳、扳手、锤子、螺丝刀，这都是些常用的东西。阻燃的电工绝缘防水胶带，阻燃的高压胶带，新升级能测到400伏良程的数线电笔，这个必须有，应该支持一下，我觉得他们做的是个正事。好了，感谢您的观看，请多多指点。这是一个冲压机床，电机转起来没问题，变频器运行正常，可以看到电机正常，一冲压就显示故障代码，现在是02。那这个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呢？说明书上给出的是加速过电流，故障的原因有可能输出回路出现接地或短路，加速时间短，处理的方法就是先排除外围电路，检查电机，增大加速时间等等。不过刚开始不是，刚开始显示是04，横速过电流，也是说输出有问题，电压偏低等等，也是说要排查外围电路，排除电机故障等等。我到现场之后变成了02，开始做个复位还能运行，现在只能说拉掉总闸断电，等上一会儿再送上电还能开，电机运转正常，还没开始干马上又变成02了。书上说排查外围电路或者是电机有短路漏电，那我就拆下电机测一下电机漏不漏电，直接测量电机线圈与地线，电机不漏电。如果电机漏电，它会跳漏电保护器，显示这种故障代码我还没见过，一般都直接把漏电保护器给跳了，电机不漏电。再说电机漏电你也启动不了啊，一开会跳漏电保护器啊。那变频器呢？测的瞬间有轻微的漏电，马上复位，很多变频器都这样，测的变频器与地线不漏电。敢不敢打开变频器内部看一下？现在我敢，以前不敢，因为以前打开也看不懂。因为最近我学了变频器的内部结构原理和一些简单的故障排查，学了就能用上。你看我还真发现点问题，焊点开焊了，这个位置应该是滤波电容，很明显焊点都开焊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焊点开焊的原因。拆下变频器，我以前只要怀疑是变频器问题，都是扭头就走。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外围电路的控制问题。好了，变频器拿下来了，这些焊点用螺丝刀一碰，呲呲打火。这下边是电容，滤波电容，现在电容上是带电的，现在你不敢用烙铁去焊，也不能用手去碰，是有危险的，必须得放电。就这些滤波电容，书上说的放电可以用白炽灯泡放电，不放电可能对人造成伤害。我以前给电容放电都是用螺丝刀直接捅，对着电容的正负极放，没有灯泡，没有放电电阻，找了个线头放一下电。就这么放，可他妈吓人了，我不敢放。这两个头连起来了，刚才。就是这里，就是放电就这么放。跟小鞭炮似的，我都不敢这样放。你两个给打动了都。给电容放电看着挺吓人的，我估计里边还有电容，那就继续往下拆。变频器里面的灰很多，用那个干风气枪吹出了不少灰。拆开后盖板看一下，后边是散热片，能看到有6个电容，
刚才外边那3个电容有开焊的，我估计里边这3个也有。继续拆，现在拆下来的这个是浪用保护，有压敏电阻，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防止高压、防雷。浪用保护，它一般是并在进线电源的位置，保护电路窜入高压。再往后就是整流，把交流变成直流，这就是滤波电容，再就是逆变 IGBT， 这就是压敏电阻，并在3相电之间，后边是整流，后边滤波 IGBT 逆变，这就输出给电机。好了，把主电路板拿下来，这个电路板后边就是一块 IGBT， 变频器的核心部件，就是说它的内部结构原理。这个我以前的视频有，看一下剩下的3个电容也开焊了。为什么电容会开焊呢？这种现象很少，这个是有原因的。先给它把电放一放，拿下电容的电路板。开始我直接用烙铁来刮焊锡，刮不上，因为在这焊点表面有一层，它有个涂层，用刀片把这个涂层给刮掉，露出下面的焊锡，然后再用烙铁焊就好了。焊点不好看，堆了一堆，没有人原装的好看，那就把变频器装起来试一下。这个变频器是挂在这个设备的墙板上，它会随着设备的冲压咣叽咣叽震动，所以我估计这个电容就是震下来的，应该把变频器移出来，不能挂在这个墙板上。可以送上电试一下，上电试试吧。可是，其实我是怕一送电砰一声，通电没问题，开启动一下。越震越震，很明显变频器会随着机器的震动上下颤抖。现在看没问题，谁知道能用多久呢？翻开这本书，书中对变频器分析得很详细，还可以扫码看视频。它里面的故障对过流保护的分析，不过书中没有直接说电容开焊会引起什么样的故障。这一块有一个说，电容失效以后，它的自局电压下降，从而使逆变输出电流减弱，带不起负载，应该就是这个问题。